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我上期节目做了一个预告，对吧？就是端传媒的一篇对在台湾的大陆学生的一个采访。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直接点出了重点，就是说身为一个敌国人，被贴上标签却未被理解的在台陆生。他给在台陆生做了一个画像，描绘出这些在台陆生他们的感受。这是从侧面能够了解这些人他们在台湾的这个学习跟生活，说他们在这种时局跟政治话题之下，自身没有得到被理解的机会，而且两岸交流的期待很自然的也落空了。我想一边跟大家聊这篇文章的内容，一边做出我自己的个人分析。好，这篇文章一开始说有一个叫王玲的陆生，他在台湾大学就读6年，那么他时刻都觉得自己是个敌国人。来看这个定位还是挺清晰的啊，确实是来自敌国的人。他说在老师讲到中天电视台不费发这个卫星电视执照的时候啊，然后呢他就很自然说出了匪台2个字啊，就说这个立场亲中的中天电视是匪台。说一开始呢他还意识到了现场有陆生，他觉得自己讲漏嘴了啊，就后来就改过来了，但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多讲几次之后就不在乎了，然后就一直匪台的叫着。然后王玲就很疑惑说，如果中天亲中就是匪台，中国就是匪国，那我是什么？我是匪吗？我觉得他这种反省还是很好的，你应该多想一想啊，为什么台湾人会把中国叫做匪国？为什么这个共产党会被叫做共匪？对吧？你去研究研究共匪过去干了什么，他干的是不是匪徒干的事儿，你自然就知道了，这是不是匪国，这是不是共匪了。那至于自己是不是匪，那就应该想到你自己干了什么，或者说你支持了什么。你支持了匪，那当然你也是匪，但是如果你不支持匪，甚至是你反对这个匪，你当然就不是这个匪。但是你可以是来自匪国，我也来自匪国啊，对吧？我也是从小出生长大都在北京，我从不避讳，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拿着5星红旗上天安门。我不仅没有否认过，我还主动的跟大家讲我有这样的经历，甚至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办法，谁让我们出生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做出一个作为成年人的选择。你要选择还是继续的支持这个匪，作为一个匪国，哪怕出了国到了其他的国家还被人当作匪来看待，还是做出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是你可以做的选择。有些选择你做不了，你来自匪国做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做这个匪，甚至是反对这个匪。然后他又说了，说在8月2号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他在台北的餐厅吃饭，因为他说的是普通话，有这个大陆的口音，结果说邻桌的客人都转头看着他好像希望用眼光把他赶走，说他不应该待在这里。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毕竟你在那个地方你属于一个另类啊。但是呢，我就想到说这种现象啊，你不能怪台湾人，你不能怪台湾人呢，你也不能怪自己，这就是你出现在一个不恰当的地方。我去台湾之后，我可能也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敌视或者是不友好的这种气氛。也许台湾人非常友善，非常讲礼貌，不会当面的有对你斥责或者怎么样啊，不会对你人身攻击，但是可能就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觉得能做的事情就尽量屏蔽这种感受，尽量理解对方。就是当你行得正，坐着直，没做亏心事，你不怕鬼敲门，他们看你就看你吧 ，so what， 对吧？如果你没有玻璃心的话，你的内心足够强大的话，你其实是不在乎的。然后这篇文章讲到，就很多的学生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实际上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就是想读一个好学校，说教学品质好，然后排名高的一个学校。但是注意啊，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过来只是来学习的，只是来获得知识的、技术的。你获得之后，你最后回到中国为中国服务，你从台湾那儿获得了技术到中国大陆，帮助台湾的一个敌人去发展，等于变相的帮助这个国家增强自己的实力，更容易拿下台湾。第二点就是你到了台湾，你获得了技术，学到了知识，那你会觉得台湾很重要，台湾有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企业，怎么能够独立呢？怎么能够被美国控制呢？我们要统一，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学生到台湾来学了知识，对台湾来说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对台湾来说是坏事了。所以说不可能不触及到政治，不可能不在乎你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是什么。因为现在中国跟整个世界不是一个
完全融入的全球化的时代。现在是中国逐渐在被孤立的，它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的，它不是台湾的盟友，而是台湾的敌人。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盟友来对待，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都没问题，对吧？知识无国界，商人无祖国都可以。那是在一个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的共识的情况下，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甚至你还可以同时拥有好几个国家的国籍呢，对吧？这是真正的全球化，因为所有人之间的纽带是非常紧密的，同时也有基本的共识，大家愿意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就跟朝鲜跟什么伊朗这些国家一样，它不仅是个内部专制的国家，同时它还是对这个世界国际秩序是一个破坏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对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你很难去交心，你很难去跟他融入在一起，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内心深处想着要吞并你，要剥夺你的自由跟权利。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几千枚飞弹对准台湾，这是现实啊，这谁都躲不过去的现实啊，对吧？所以这篇文章引述了一个作者写过一个关于陆生元年的书籍，当时在这个序言当中就写到说，希望让台湾读者知道，大陆年轻世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志。这是你的想法或者你的期待，如果真的实现了，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吗？还是他们有可能是要吞并你，剥夺你自由权利的小粉红呢？这位记者后来又采访了另外一位陆生，他看到台湾各大高校都在支持香港反送中，有很多反共称港的文宣，让他只接受过中共宣传的这种人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甚至他还看到了一些中国大陆来的交换生和大陆游客上去把这些支持香港的一些连农墙的海报都撕下来，然后网络上也充斥了很多的对中国人的地域攻击，包括说他们是支那人。他说他从小的教育在来台湾之前就认为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更觉得很多台湾人可能也会这样想。但是跟台湾的同学老师相处之后，他才认识到既有认知的局限，也决定尊重台湾人的选择。你就是要这么刺激他，就像我说的，马英九带来了这么多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对吧？你来了之后呢，我就让你展示我们台湾跟你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你不敢说6·4，我就敢说6·4；你不敢说支持香港人，我就敢说。你非说香港是暴徒，我就说他们不是暴徒，是英雄，让他们的玻璃心碎一地。只有这样的话，他们才能重塑自己的三观。你看这位同学就想到说，他虽然有这样的意识了，但是当被问到对政治议题的看法，他只能回应没有看法。他说他的陆生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台湾的很坚定的认同中共。他说我觉得要是说错话就会被举报，所以很害怕。我就不明白这些支持中共的小粉红为什么还能来台湾学习。然后那位作者就说了，他说陆生在台湾亲历了历史的转折，只是辨认的过程激烈，牺牲到陆生在台湾的待遇和台湾社会了解陆生的机会。中国大陆的学生也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是个体。当然大家都接受同样的教育啊，确实是被批量生产出来的。但是因为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能够出国的人那么就已经是这里边的极少数了。每个人你可以单独去问他，单独跟他交流，对吧？你了解他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敌意啊，或者是抗争的意愿很强烈，并不影响对这些陆生的了解。不管怎么了解，其实意义都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你期待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就能改变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吗？改变不了啊，他们在中国也是韭菜啊。所以说问题在这儿呢。美国当年肯尼迪学院培训了多少个中国的官员，对吧？全中国的很多精英都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出来的，最后怎么样？现在看看，我把你培养出来，把你送回中国去了，你当了国务院的官员，当了省委书记，当了甚至国家副主席，你就能改变什么？改变了吗？改变现在中美之间的大船相撞了吗？改变了中美新冷战进入高潮了吗？没有改变。你说这些美国的大学花了这么多的奖学金给这些中国的官员去培训个寂寞呀，没有用啊！别说培训官员没用了，你培训这个学生就更没用了。你去看看千人计划培养出了多少人才，最后怎么样呢？把美国技术偷到中国去。现在好了，终于意识到了之前的绥靖，之前的对你的包容，对你的接纳，最后换来的什么？换来的是背后插刀子，
还是要跟美国一争高下，甚至是不择手段。你对这样的国家，或者说对这样的体制，你越善良，你越包容，最终害的是你自己。全世界都已经学到了，在现在新冷战的情况下，大家意识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台湾当然也要转变，你以为两岸交流能够改变什么？什么改变不了，不好意思，是吧？该打还是会打。这些人自己回到中国，说不好听的话，连个屁都不敢放，都不敢说自己支持台湾，说都不敢说。你花那么多精力去跟他交流，去影响他，有什么意义呢？甚至还可能有些台湾人被他们影响了，觉得还是统一好。所以这个文章当中也引述了一位学生的说法，说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统独变成了台湾社会的讨论主流，然后中国政府对外塑造战狼形象，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变得高涨，这些都是一个大的背景，导致了台湾人对陆生的这种隔阂或者是距离。这位中国同学说，他参与到太阳花运动的时候，不管是以什么身份口音，其他人都很少在意的。但是从2018年开始，他逐渐的感受到了一种恶意。比如说他成为学校模拟联合国的成员，结果被一些台湾学生就质疑，为什么有中国人在台湾去做这个模拟联合国的活动。甚至他在一次的百货公司，因为他有大陆口音，就被骂滚回去。他说他离开台湾前还跟计程车司机聊天，计程车司机说你们飞弹对着我们，然后他说那你们也有战斗机对着厦门啊。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台湾说要武统大陆或者是反攻大陆了吗？没有啊，这完全不是个平等的关系。你怎么能够把台湾的战斗机跟中国大陆的飞弹相提并论呢？到底谁是主动发出威胁那一方，谁是被动防御的一方，对不对？记者最后那段话让我感觉很感慨，就是在台湾这两个学生要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中国，但是回到大陆之后，他们要再次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台湾。如果在台湾他们增长了见识，回国之后就要收起对政府跟社会的批判。接下来写履历表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台湾母校的国立2字去掉。在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高达 2% 的状况下，要跟千万大学毕业生竞争所剩不多的职缺。这句话讲出了现在的一个政治环境下的现状，没有办法，谁也改变不了。唯一能够改变就是等着共产党这个政权垮台，等着解放军对台湾的这种文攻武吓和试图侵略的举动威胁消失。到那个时候，这种紧张的气氛才能解除，台湾人可能就不太会在乎你是不是敌人，你是不是匪谍，你是不是不怀好意了，对吧？因为大家放轻松了，大家没有那个压力了，同时也更有自信了。为什么有自信？因为你更有安全感了。现在是一个特殊时代，所以说很多人遇到了一种特殊的难题，过去没有遇到过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能被动接受。未来当着这个国际格局、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变化我想未来会好起来的。两岸之间有共同价值观、爱好、性格相合的，大家还是可以做朋友。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喜欢公子视频，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本人明年1月份去台湾的行程已经基本定下来了，我连机票都买好了，到时候会在台湾大约1周的时间，希望通过这次的旅行对台湾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另外可能还有机会参访总统府和立法院，跟台湾本地的政治人物、社会活动人士、媒体人一起交流。到时候我会拍摄相关的影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跟大家在台湾相聚。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或者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